我有指望了。毛主席说：“王耀武，抗日有功，功是功，过是过。我一定要认真的学习，积极的改造，割断与旧世界的一切感情联系。”这是王耀武进入功德林以来最为高兴的一次发言。原来在年底的工作总结上，毛主席了解了功德林里面战犯们的改造情况，在得知战犯中王耀武的思想转变最为积极后，肯定了他的表现，并表示王耀武抗日战争有功，但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希望他能保持积极的改造态度，争取早日重获自由。罗瑞卿离开中南海后，马不停蹄地来到功德林，把主席的原话告诉了王耀武。王耀武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曾经作为一名蒋家王朝的重臣，如今的败军之将，现在竟然还受到我党领导人的关怀，让他听完不由喜极而泣。回想从被俘再到进入功德林期间，虽积极表现，但时刻如履薄冰，生怕我党对待战犯的政策只是暂时的，更怕我党对他过往的错误进行清算。现在能得到毛主席的肯定，心里的包袱总算放下了。首长，请你报告毛主席，谢谢他对我的关心。从今往后，我听毛主席的话，跟共产党走，我争取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人，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结束谈话后，王耀武走出会议室，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其他战犯，所以这才有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但王耀武的这些话落到黄维耳中，却如同针刺炸雷。他站起身，用鄙视的目光狠狠瞪了一眼王耀武后，便直接转身离开。黄维的离去并没有消停，他转身就回到宿舍，写了一首讽刺王耀武的诗，并当着众人的面贴在了公告栏上。全城锣鼓响喧天，满院笙歌贾管弦。敲问坐旁邻院里，今宵花月为谁言？王耀武知道黄维这是变着法的来骂他，但他也不在意。他现在不想惹事，更不想闹矛盾，只想安安心心的过个好年。共产党是不会放过我们的，这很有可能是我们过的最后一个年。我希望各位保持住最后的气节。王耀武见黄维的言论如此极端，还想拉其他学员下水，实在看不下去。他表示，当年唐太宗还曾在贞观年间释放300多名死囚回家探亲，并约定探亲完毕按时回来赴死。到了约定期限，300多名死囚一个不少全都回来了。于是李世民大发慈悲，全都赦免了他们的死罪。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都能如此宽大，难道刚成立的新中国还不如他们？一个典故把黄维对的无话可说，但他顽固的思想依然不服。唐太宗重囚是为什么？要买人心。你说的对，但是共产党毛主席对我们确实更人道、更进步、更让人打。这才过了多久啊？你一口一个毛主席，当年你拍蒋介石的马屁是不是也是这么拍的？黄维的这番话丝毫不给王耀武留面子，气得他咬牙切齿。最终不再隐忍的王耀武当着黄维的面直接刮烂贴在公告栏上的事。而与此同时，解放西南的战役也已经结束。我解放军用了57天的时间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集团企图在西南地区卷土重来的意图。在功德林里面的战犯听到广播里传来的内容，倍感惊讶。他们没想到，号称还有100多万的国民党大军又占据西南易守难攻的地形，短短不到2个月，竟然全部被歼灭了。还不如我们呢，一场硬仗都没打。胡宗南是屡屡上当，那就是个败家子啊！白崇禧还不是一样，号称小诸葛，牛皮吹得比天都大。20万人在广西就地解散上山当土匪，这算什么小诸葛？别提诸葛亮了，他把诸葛亮的脸都丢光了。此时全国都已被我军全部解放，这些在功德林里面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心里明白，老蒋再也没有机会翻盘了。兵败如山倒。在这些人当中，最难受的当属是刘安国了。当年他曾是我党的高级将领，最终因为负气出走，加入了国民党阵营，现在沦落为了阶下囚。而他以前在苏区的那些战友，现在都是新中国响当当的人物，但一念之差，怨天尤人，都只能怪他信仰不坚定。当了叛徒还能活下来，已经是我党对他的宽容了。早进来晚进来，早晚进来，
先出去后出去，先后出去，全都来了。这是王耀武进入功德林以来迎接第一个新年书写的对联。王英光读完不由感叹，这副对联很有可能成为功德林的千古名联。随后更是把它抄写下来，送给主席阅览。王耀武这副对联啊，写得不错呀，算得上是生动有趣，真实诚恳啊。通过王耀武的这副对联，毛主席不难发现，现在功德林里面某些战犯的思想正在不断发生转变。毛主席为了鼓励这些思想转变的战犯，趁即将新年之际，让功德林在生活伙食上增加节日补贴，安排些节目表演，让他们一起热热闹闹的过年。但单单在物质上的鼓励还远远不够，在精神上也要得到鼓励。每逢佳节倍思亲嘛，毛主席还让罗瑞卿派人去香港设法联系这些战犯们的家属，允许这些家属来探监。明白了，我尽快派几个人到香港去转一转，看看能够联系上多少。很快大年30就到了，这天除夕的晚上，功德林的管理员和学员分队坐在一起，共同吃年夜饭。副所长胡大树亲自掌勺煮着热腾腾的饺子，招呼其他学员过来端上餐桌。饺子一端上桌，大伙是高朋满座，其乐融融，享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除夕夜。今天是除夕之夜，也是大家来到功德林的第一个除夕。希望大家在来年可以更加的努力，身体更好，学习更好。我的话说完了，大家好好吃饭，争取把饭桌上的菜全都吃光了。随着所长王英光的讲话完毕，身为功德林积极改造分子的王耀武主动上台唱一段山东快书，为大伙助助兴。说了个姑娘本姓黄，小模样长得是再强。你还真别看王耀武长得5大3粗的，但确实是个会演戏的主。这段山东快书把在场的人逗得哈哈大笑，就连伙房里的帮徒都忍不住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探出窗口欣赏了起来。随着王耀武的表演结束，不甘示弱的蔡守元也冲上了舞台给大伙拜年，随后唱起了几段家乡的花鼓戏，活跃现场高燃的气氛。功德林此刻是欢声笑语，喜气洋洋迎接新年，但在西南前线，有些人却被阴霾笼罩着，生怕这是他们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新年。这几人就是刚刚做了俘虏的周养浩和沈醉。现在这个临时关押的地方就是军统以前自己造的监狱，而这个地方以前就是他们拿来关押我党人员的地方，现在却用来关押他们自己，真可谓是因果有轮回，善恶中有报。我们造的监狱把自己关起来了，这命运是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，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报应啊！正当两人感叹之际，又送来了一位被俘人员，此人就是第14兵团司令官宋希濂。这几人随后都将被一起送进功德林。